1521年4月22日，北京城外，即将即位成为嘉靖皇帝的朱厚熜一行人从哪个门进城，成了一个问题。按照礼部的安排，朱厚熜将从东华门进宫，居文华殿，接掌大明皇位。但嘉靖拒绝了，因为从东华门进宫，这是太子的礼仪。群臣是希望朱厚熜先当太子，再继承皇帝。如此承袭的是明孝宗的大统。这个阴谋被进士出身、精通礼法的新县王府长史，也就是王府秘书长的袁宗高看透，并告诉了朱厚熜。这个不过15岁的少年随即表示，遗诏是要我来当皇帝的，不是来当皇子的。继承人拖着不肯继位，僵持下去只会两败俱伤。最终太后妥协，要求群臣跳过这个步骤，直接启动劝进程序，和以前权臣篡位的程序很像。群臣劝进3次，前2次拒绝，第3次勉为其难同意。这样的场面，对于熟悉历史的人而言，很容易想起1700年前大汉京师长安城外的一幕。公元前180年，代王刘恒一行到达长安城外魏桥，周勃带领众臣半夜称臣，代王也下车回礼。这时候周勃上前对刘恒说愿请谏言，意思是希望和代王说几句悄悄话。政治试探从来都是以不经意的形式出现的，考验快速反应能力的时刻到了，既要体面又要理直气壮，做到屈在彼不在我。代王亲信宋昌马上说的是公事就公开说，如果说的是私事，王家不谈私事。周勃妥协了，当即下跪献上天子玺符。随即代王下令，有关朝廷事务都去城内代王府讨论，再一次把握了主动权。很快，丞相陈平、太尉周勃、大将军陈武等各方面的大臣开始劝进。熟读史书又有多年管理王府实际经验的袁宗高不可能不知道这样的事，聪慧的朱厚熜在进京的路上也不可能不恶补知识，学习前人经验。同样都是空降皇帝的汉文帝是绝好的学习对象。朱厚熜接着研究汉文帝，找到更多共鸣。公元前180年，吕后病逝，长安的权力出现真空，迅速引起权力重组。功臣在这一时期铲除诸吕，第2步就是确立新的帝王。之后，丞相陈平、太尉周勃派人去了代王封地，将这一消息告诉了代王。至于代王，通过自己的信息渠道更早知道也有可能。汉初的藩王和后世不一样，代王属于时封，代国有土地，有民众，有军队。刘恒从封王之国到现在已经16年，在与匈奴长时间的作战中有了自己可靠的班底。对于这样的大事，自然要和自己的亲信班底会商讨论。会上畅所欲言，郎中令张武明确指出，汉朝廷的大臣都是高祖皇帝时的大将，熟悉兵事，且多诡诈，他们的意图应该不止这些，只是畏惧高皇帝吕太后的神威而已。而且最近杀了诸吕，喋血京师，现在他们迎大王登基，这是靠不住。我的建议是称病不去，静观其变。中尉宋昌说，秦末诸侯并起，豪杰拥兵的不下万人，最后是刘家卷出来，天下对这点是非常服气的。刘氏为王，宗如磐石，依然是当下最强的实力。汉家的法度是得民心的。吕后虽然布置严密，可身后很快就被安刘之名而诛，群臣没有安刘的名分也成不了气候。他们应该是真心拥戴大王，不用担心。这些都是对形势、实力、人性的综合分析，在关系到未来命运的重大事务上，没有人打马虎眼，更没有外行的骗汤话。代王刘恒也没有当场表态，在后续的日子里，他咨询了母亲薄太后，并进行了占卜，非常怂而谨慎地制定了计划。初步确定后，代王刘恒才派舅舅伯昭前往长安打前站。等伯昭在长安拿到准确信息后，代王才决定启程。在群臣推戴登基后，代王刘恒进入未央宫，正式成为汉朝的新一任皇帝。登基后最紧急的就是人事安排，藩邸旧臣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军，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最关键的驻军与禁卫权限控制在了自己手中。之后，对铲除诸吕定性，褒奖功臣就属于大书特书的地方了。和步步为营的刘恒不同，嘉靖面临的境况就好了很多，至少人身安全有了保证，没有经历汉文帝时代那样的血雨腥风，这是权力结构决定的。但此时的京师也不是风平浪静，前任皇帝去世后，
驻京的边军和亲信将领江彬都属于被怀疑的对象。杨廷和与王琼等联合起来，将边军外调，并捉拿江彬。嘉靖进京后，对于自己祭祀继统、父亲新献王的定性、母亲入京的待遇，依然是个大问题。更背的是，在王府待了近30年，几个月前还义正辞严维护嘉靖的元宗高，在进入内阁4个月后就病逝了。其他藩邸旧臣可以安排在司礼监、锦衣卫，但内阁有6部是实打实没自己的人了。空降皇帝嘉靖彻底成了孤家寡人，他急需新的支持。这个时候，想必嘉靖又想起1000多年前与自己同病相怜的汉文帝。皇位可以空降，但皇位从来不是坐上去就万事大吉了。政治的漩涡更不可能停止一刻，虚君还是实君都是事在人为。在封地经营多年的刘恒显然不是要做虚君，不仅要从各路诸侯手中拿回权力，做法还得自然而然。文帝2年10月下诏，要求列侯离开京师，回到自己封地，但是效果有限，直到第2年周勃第一个做出表率，局势才有好转。史料有限，我们不知道文帝怎么说服了周勃，可以确定的是，周勃作为榜样的效果是明显的。长安的功臣集团分散到了各地，周勃的号召力也就没有施展空间了。王国中的侯也只得回到自己的封地，抓住一根头发，牵动一把头发，一举夺得。文帝在削藩上面更是操作优秀，贾谊建议要削藩，并提出可行性方案，重建诸侯少其力，也就是在有限的土地上分封尽可能多的诸侯，把力量稀释掉。汉文帝很认可，但是要采用也不能直接用，因为文帝的首要目标是淮南王刘昶，他是文帝仅存的亲弟弟，怎么做才能既展现君王的宽厚仁义，也实现削藩的目标呢？历史多且记载详实的好处，这就显现出来了。汉文帝同样从历史中找到了答案，他效仿了春秋第1章郑伯克段于鄢的故事。汉文帝首先以各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对弟弟特殊的眷顾。淮南王与汉文帝不同，文帝在塞上苦难之地多年历练，而淮南王是一位长于深宫中的王子，心思与心智并不会太过复杂。有了皇帝的特殊眷顾，他很快恃宠而骄，变得跋扈，多次违反朝廷法度，甚至擅杀功臣辟阳后沈时期。汉文帝因为亲弟弟的缘故，多次赦免了他，这就造成了淮南王的进一步骄纵，终于干出僭越谋逆的事情。文帝6年，刘长谋反，丞相张苍等议淮南王罪名为阴谋颠覆国家罪，判定在闹市口斩首示众。汉文帝不忍，要求2000担以上官员全参加进行讨论。扩大会议有43人参加，一致认定刘长谋反，要求严惩。汉文帝依旧不忍惩处弟弟，提出赦免死罪、废其封国的方案。丞相张苍在此基础上提出迁徙淮南王至蜀郡的方案。汉文帝依旧爱弟弟，要求沿途各地做好接待，做好保障。淮南王年少气盛，在路上绝食而死。文帝知道后非常伤心，要对沿途官员追责。沿途凡是不打开囚车封条，不给淮南王提供膳食的官员，都被公开处斩。多年后，文帝还在怀念自己的弟弟，只能将感情寄托在自己的侄儿身上，将刘长的3个儿子由原来的后国升为王国，将淮南国的封地封给自己的3个侄子。文帝走了一个大大的弯，在分化封国、实现政治目标的同时，又展现了帝王的仁厚。嘉靖稳固自身权力基础，显然也有很强的汉文帝的影子。嘉靖登基后，在革除前朝弊政、推行新政这类比较中性的行政事务上，嘉靖与首辅杨廷和观点一致，取得的效果也很明显。政治家的发力从来是师出有名。在登基后，嘉靖第一时间看望了在深宫里的奶奶，并提出接母亲来京和父亲封号的问题，想将父亲追封为皇帝。这遭到内阁与礼部的拒绝。最初的斗争是比较缓和的，都带有商量的态度。嘉靖请杨廷和喝茶，杨廷和引经据典给嘉靖汇报。当这样不能解决的时候，嘉靖尝试用行政手段推动，结果却碰了钉子，被内阁封驳了。理论上内阁是有封驳权的，但历来内阁班底都是皇帝前邸旧臣，彼此很熟悉，一般都是商量得来。但空降的嘉靖皇帝不同，他是孤家寡人，没有自己势力。在后来的岁月里，嘉靖的旨意被封驳多次，真正成了诏令不出紫禁城。
直到特别有进取心的礼部实习生张聪跳了出来，与嘉靖站到一起，局势这才开始扭转。随着老臣杨义清，后来桂萼、霍涛、方献夫相继加入，皇帝的支持者越来越多，嘉靖的斗争水平也越来越高。首辅杨廷和主动辞职离去，他的儿子杨慎在左顺门掀起的事件更像是反对派无计可施之后的狗急跳墙。在后来的几十年里，嘉靖以垂拱而治的形象昭示内外。在嘉靖的认知中，自己和汉文帝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不过在海瑞眼中，嘉靖离文帝还差得远。海瑞出身寒微，几十年如一日接受经学教育，但他坚信的价值理念变得牢不可破。儒家眼中的汉文帝是一位从谏如流、关爱臣民、勤俭节约的完美君王。海瑞看到的汉文帝就是这样一位从头到尾关爱弟弟、关爱每一个臣民的君王。在儒家的教育中，汉文帝想修建一个露台，得知预算相当于10户中等人家的全部财产，于是取消了露台修筑计划。汉文帝一直简朴，穿粗糙的衣服，临终之际要求国葬。这些案例当然是真的，但在汉文帝漫长的人生里，不可能就这几件事。这几件事被选出来回回强调，儒生慢慢就会相信。所以海瑞会骂嘉靖不及汉文帝远甚，天下之人不值陛下久矣。其实汉文帝给宠臣邓通赏赐动辄万金10多次，而这被他选择性忽视了。正如万历15年作者黄仁宇评价海瑞，他当然是极端的廉洁，极端的诚实，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可能就是极端的粗线条，极端的喜欢吹毛求疵。这样的人不会相信为人处事应该有阴阳的分别，他肯定会用他自己古怪的标准要求部下和上司。嘉靖和海瑞都认为汉文帝是一代明君，嘉靖想要模仿文帝，而海瑞想要模仿文帝身边的贾谊。海瑞的《论治安书》可能在致敬贾谊治安策，正如嘉靖一直在致敬汉文帝。然而贾谊是侧室，要向汉文帝出谋划策；海瑞是儒生，要指出皇帝的不足。嘉靖作为君王看到的汉文帝，更多是外藩即位的空降皇帝如何掌控朝纲，以大义之名推动自己的一系列政策，最终实现归一。海瑞看到的是儒家塑造后的汉文帝，体恤民情，礼贤下士，温文尔雅，及大义之名的君王。里子和面子，经历与教化，在这一刻产生了严重的冲突。海瑞和嘉靖就像一场错位时空的君臣相对，无独有偶。万历看到的李世民与儒家士大夫接受的李世民并不一致。万历站在君王的视角，觉得李世民逼父杀兄算不上自己的榜样，儒家士大夫也没有什么理由反驳。屁股坐的位置不同，看见的东西自然不同。所以我们平日看见有人和自己观点不同，不必急着反驳，因为这很可能由于我们身处的位置不同。就像嘉靖与海瑞一样，看见的是同一个汉文帝，得出的却是截然不同的结论。